各位贵宾，各位长期跟台泥一起工作合作的伙伴们，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过去2天其实是台泥庆祝80周年，今天呢比较是跟我们伙伴在一起，跟各位报告一下台泥的未来。我们想问一些问题，其实跟过去几天是不大一样的。我想我们每个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企业家、银行家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长，但有几个人问：成长之后还剩下什么？80年是一个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间。这场说明会我们会谈一些有关于市场发展等等的事情，但我想先说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台泥认为，企业不只是创造价值，我们也必须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考验什么？什么能留下来？什么值得留下来？这才是以台泥立场讲，长期经营的问题。今年台泥80年，80年不只是一个里程碑，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答案的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被需要，是被信任。我们选择在华山站，这曾经是台北市的起点，所有的材料、使用品都在这里流动。基本上，台北是从这里成长出来的。台泥也是在这样子流动中慢慢的形成。我们很清楚，我们做水泥，我们做基础，把分散的材料造成结构，把短暂的人生有地方可以安放。这一切的核心只有2个字：信任。没有信任，再坚固的结构也撑不久。因此，顾老董事长说过：“千冲之河，开诚立信。”这不是我们的标语，这是我们的底线。今天我们把它落实为全面关怀 （Total Care Commitment），对人、对社会、对环境同时负责。因为现实其实非常简单：环境失衡，企业走不远，社会不稳，成长撑不住。所以，永续不是选项，是前提。谈责任，当然我就不能不谈我自己所犯的错误。去年3月科技的火灾，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在这里再度跟我们的投资者致歉，而且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但这边我也要说明一个事情：道歉并不是结束，改变才是开始。我们已经全面强化安全体系，从制度到现场，重新检验。目标只有一个，让曾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但是在这个逆风中，我们并没有停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杭州的双铂金总部完成。双铂金也就是 Lee 跟 Well 2个都是铂金，在整个杭州里面只有一栋，就是我们。台湾也只有一栋，叫做101，并不是很简单产生的事情。我们在科迈隆的工厂去年投产，这个水泥厂会很奇怪，因为是没有窑的，它是只有 precalcine 就解决问题了。今年我们在葡萄牙跟戛纳也会有新的厂投入，在葡萄牙我们投入的厂80%会烧替代燃料，这不是扩张而已，这是在换一条路。这就很多人在看，这是真的换一条路，从源头开始。我们从与低碳、数位重新设计，同时我们也在评估，各位都金融界的，在欧洲资本市场上市。今年，这不只是为了资金，也是为了时间，因为气候、能源转型都是长期的问题，
短期思维经不起长期的挑战。当2050年的净零，2030年以后的 C-band 成为现实，水泥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水泥，它在变成一个系统，低碳、耐久、能源的整合。水泥的方向很清楚，材料创新、能源布局，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我们公司以及社会的未来。有很多人问，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回报？答案是肯定的是会影响，会有些成本，但是长期一定有价值，因为世界正在改变 ，AI 与电气化的加速，基础设备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未来的分水岭不是需求，而是能力。能不能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不增加地球的负担？回头看台泥80年，台泥所造的不只是更高的建筑，而是让这个世界可以稳定站立的一个基础。接下来的问题是，更大的变动里，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做到这个事情？我们的答案能，而且是一定要，因为建设不是只是往上高造，而是要对未来负起责任。台泥要成为在一个变动中仍旧可以依靠的一个企业，在一个未来仍旧可以被需求要的一个企业。下一个80年，不只是产业的选择，更是时间的选择，是选择的一个延续。我们期待跟在座的所有我们的贵宾，我们以前的伙伴一起选择，做一个对的选择。谢谢大家，请我们总经理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谢谢大家。董事长，奇美普森建设的林董事长，来影科技的叶执行长，各位金融界的前辈、伙伴们，以及各位投资人、各位嘉宾，大家午安。延续董事长刚才接出的方向，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很抱歉，今天不是法说会，因为我们财务长说我们的财报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董事长接出的80周年的主题“逐梦文明 ”，Shaping the Future Civilization。那同时，董事长也带给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凝绿未来 ，cementing the greener future。对台泥而言 ，cement 这个字，它不再是一个产品的名词，而是一个凝结未来绿色世界的动词。凝实层层，立基于世。台泥逐梦文明有6大支柱。第一，稳健的财务结构。台泥2025年合并的营收1498亿元新台币，排除一次性的影响因素以后，我们的获利引擎依然强劲，资产负债的结构稳健，双国际投资等级长期信用评级是台泥的世界名片。第二，全球气候科技的领导者，低碳水泥、绿色能源、资源循环3足鼎立。第三，全球布局及实体运营，台泥在11个产业、20个国家及市场都有我们的在地团队。第四，成熟领先的研发实力，两岸的创新科技及供应链，欧美的能源科技及中亚、非洲宝贵的低碳建材原料及生殖材料燃料，构筑了台泥强大的绿色科技研发长城。第五 ，ESG 永续的先行优势，
台泥已经达全球最高的 ESG 的永续标杆之列，我们还有进步空间。第六，全球人才与企业文化，台泥在全球有超过58个国籍的专业团队，对地球气候及人类关怀，我们做出了全面的承诺。从营收结构来看，目前台泥的营收多元分布在3个区域：台湾36%，亚洲其他地区20%，欧洲44%，已经达到了19亿欧元。过去9年，台泥累计向各位投资人发放了1067亿元的现金股利。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保持总资产5888亿元台币，净资产台币2927亿元。这样的规模跟结构，让我们在推动各个区域平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具备了稳定的资本基础以及长期投入的能力。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组织图，很多投资人、金融机构的这个伙伴们都很清楚，台泥在欧洲的整体的营收，2025年是19亿欧元。这不是单一的业务，而是一个融合了低碳水泥与新能源科技服务的4大业务平台。一边是低碳水泥，土耳其欧亚克水泥及葡萄牙、非洲 Simple 水泥，稳稳地承载了产能与转型的基础；一边是能源基础设施，意大利 Nova Energy 电池储能及 Atlantic 充储电一体事业。水泥成其厂，能源行其间，在一稳一动之间，让价值自然的聚合延展。台泥的转型并非偶然的决定，而是一段有策略、有节奏的演进。2017年，我们开始走出两岸。2018年，投资位于土耳其的欧亚克水泥，我们持股40%，但是和管理团队进行了高度的融合以及重创他们的这个策略。为什么我们选择土耳其？各位可能都还记得，土耳其正是沿袭横跨欧亚非之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台泥开始落脚欧亚交界，延伸至东欧的罗马尼亚。接下来，我们在2019年，我们收购了葡萄牙第1大的 Simple 水泥，我们开始深入欧洲葡萄牙市场，并开启非洲维德角的业务。2020年 ，Simple 水泥开始启动了象牙海岸的营运，进行了区域的延伸。由实入能，文明续行。2021年是个转折点，我们投资了 NOA， 进入了绿色新能源。台泥从建筑材料的供应者，成为了新能源系统的一部分，减碳增绿之路由此展开。2022年，我们创立了 Atlantic， 打造了电动车的充电平台。从那一刻起，我们从策略投资走向聚合及孵化未来产业。2023年开始，是整合加速的阶段。为了提升国际资本市场的能见度，台泥顺利地取得 Fitch Rating、BBB- 国际投资等级的信用平等。2023年，我们开始走出两岸。 2023年开始，是整合加速的阶段。为了提升国际资本市场的能见度，台泥顺利地取得 Fitch Rating、BBB- 国际投资等级的信用平等。 2023年开始，是整合加速的阶段。为了提升国际资本市场的能见度，台泥顺利地取得 Fitch Rating、BBB- 国际投资等级的信用平等。
2024年，我们提升欧亚克跟 Simple 的控股权，持续的优化了低碳水泥的布局。接着由点而面，在市场扩展方面，我们取得英国 Bristol 港口的及码头的使用权，进一步切入英国市场。同时，在法国南北两端布建了港口据点，在北部的鲁昂以及南部的拉努维勒，我们作为关键的 terminal， 强化区域供应及物流的布局。此外，我们在非洲的科麦隆开启了全球首座无塑料煅烧粘土水泥厂。同年，我们又接续取得 S&P 授予长期信用评级投资等级，同时展望稳定。在此期间，董事长也亲赴欧洲，与将近30位 Article 9、Article A 绿色投资人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在进行沟通，而是在验证市场对台泥这个转型方向的理解与认可。所以在2025年，我们成功的发行了3.5亿美元绿色可转债，同时我们完成了5亿欧元绿色贷款。这个绿色贷款是 follow EU taxonomy， 可能是亚洲最绿的一个贷款。那之后呢，欧洲的这些资本市场的大型机构投资人持续的透过各种方式一直在关心以及询问台泥在欧洲的发展。2026年，我们今年包括在戛纳的煅烧水泥厂开始正式启动营运，同时我们在土耳其、葡萄牙也陆续开始，就特别是在葡萄牙，我们也会开始煅烧水泥的这个生产。回顾这几年，台泥其实完成了3个关键的演进，从单一市场走向跨区域布局，从单一产品走向新兴低碳及绿色能源科技的产业聚合，从水泥制造者走向新能源科技的先行者。很多投资人问我们，为什么选欧洲？欧洲成为我们关键的战略落点，它不是源于一个单一的机会，而是在张董事长擘画的大局之下，我们看见了4个明确而长期的驱动力。第一，低碳建材需求持续升温；第二，低碳排放开始具备明确的价格机制，碳油价；第三，电动化转型方向的清晰且有战策略的推力；第四，能源市场逐步走向交易自由化。接下来我就一一来向各位报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建设所驱动的结构性成长。欧洲整体的 GDP 年成长率约 1.5%， 但建筑及低碳水泥的需求却可达接近 4%。未来3年，在欧洲地区建筑产值预期维持3到5% 的年成长率。未来10年，法国和英国合计要超过1兆欧元等值的建设及老房翻新投资，将持续推动低碳水泥的需求。而台泥正好在这个缺口上，透过葡萄牙的产能结合英法港口的布局，我们将稳定的输出承接需求的能力。再来是碳成本所带来的产业重塑。
在欧洲，碳不只是一个政策，它是被具体的定价，而且形成了一个具规模且持续演进的价格机制。到目前为止，在欧盟的碳权1吨75欧元，那 EU 的 ETS 在2025年1年的交易规模已经超过了6000亿欧元。那市场普遍预期，这是 Bloomberg 的预期，到2030年，碳价将有机会进一步上升至每吨142欧元。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碳排放逐渐从外部性的议题，转化为企业必须面对的营运条件之一。对于碳排强度较高的传统企业而言，在碳有价的时代，比新创企业更具备减碳和积累碳权的实力。透过碳配额或相关机制的进行调整，整体的成本结构也随之改变。台泥减碳提效，价值自身。因此，低碳能力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责任，也成为产业发展中一项重要的竞争利器。欧洲预计在2030年以前要达到3000万辆电动车与300万个充电桩。截至2025年年底，目前是830万辆的电动车以及110万个充电点。这之间的差距，那就是我们未来最明确的成长空间。而这些充电基础设备，也正是我们新能源业务的重要场景。在欧洲，有1半的电力来自于再生能源，电价的波动幅度相对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电力的角色逐渐从单一的成本项目，转换为可以透过调度与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能源资源。目前，欧洲电力交易自由化的程度高，市场的交易规模庞大。我给各位一个数字：2025年在欧洲总交易的发电量大概在10247太瓦时，相当于全球发电量的1/3。若以平均的电价观察，法国单日的电价差每1000度电大概是180块欧元。这样的交易规模有多大呢？9000亿欧元。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储能逐渐成为这个市场里面最重要的调节工具。2025年，在欧盟地区，市场的预估不是在发电侧的储能，而是在工商业的储能装置的容量，目前大概在5个 GWh， 预计在2030年不久的未来将成长至30个 GWh。另外看一下台泥在欧洲的布局，台泥在土耳其的水泥产能2400万吨，市占率16%，产能利用率80%。我们还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协助邻近中亚及东欧国家未来重建的需求。在葡萄牙，我们有1120万吨的产能，市占率52%，产能利用率50%。我们对于未来法国跟英国的低碳水泥需求，我们有更成长的机会。在这些机会之中，往往限制不在于需求本身，而在于时间和资源的条件。这也让新的
建造方式开始出现。台泥在3D 打印建筑已经也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更低的成本完成，结构甚至强过传统的高碳排水泥。目前，我们已经在葡萄牙完成3D 建成的时机。接下来，我们将在8000公里外的土耳其震灾地区，以接近100%回收建筑废弃物、低碳混凝土原料，以3D 的打印技术，新建21栋单层住宅，让土耳其地震灾区的居民在3年之后有真正的机会重新走向安居乐业。这也会是今年在土耳其举办的 COP31 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台泥从水泥走向能源，我们来认识一下 NOAA Energy 这家公司。今天，在 NOAA Energy 已经在全球的多个市场落地，累计将近有4000 MWh 的在线及签约在建容量，显示这些能力正在逐步的被检验与扩展。这代表我们不是只有技术，而是有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能力。NOAA Energy 的核心竞争力有3项。第一，在设备层，我们拥有全球供应链支持及独家的能源管理系统。图上的左边不是 AI 做的，这是真实的照片，是 NOAA 为台泥和平园区建设的311 MWh 的储能系统，自2030年上线以来，非常顺利稳定的为台泥储能创造稳定的收益、现金流量，更重要，为台湾的电力平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系统层，我们提供的从来不只是设备，而是一套完整的储能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同时做到：1、高效率建制；2、99% 以上的系统可用率；第3，长期稳定的运行。在平台层，我们可以进一步参与能源优化、电力调度、市场交易及数据分析。在这个层次，能源不再只是一个基础的设施，而是一个可以被经营的系统，价值也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层层堆叠。过去 NOAA 的布局主要在电网端，以 utility scale 的大型储能系统为主。现在我们正走向 CNI 的分布式应用，让能源的能力不只存在于电网，而是走进于产业，走进于都市，开始运行。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 Atlantic 是台泥100%自行创设的公司，结合了再生能源、电动车的快充桩、储能系统以及电力交易的复合式服务平台。这几年，我们从意大利到法国，到葡萄牙、西班牙，到瑞士，我们逐步把这张网路一点一点的铺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上线超过1000座快充站，4000个充电点，以及有10万个以上的会员。这些会员，我们有他的 email address， 我们用他的信用卡号码，我们有他的电话号码，所以在我们的 APP 平台以上，跟我们有高度的互动。那在这些站点中 ，Energy Arc 已经开始生根，充电、储能、电力调度不再各自独立，而是整合于一个系统的运作。我们选择的场景简单而务实，便是人流自然汇集的商场与零售空间。人流稳定，用电需求明确，行为可预期。我们不是创造新的需求，而是将新能源置入既有的生活场景，前端为充电，后端为储能，整个系统随电价及需求自动调整。
低电价时厨电，高电价时释放，带给客户极佳的体验以及优惠的价格。渐渐，站点的价值将超越单纯的充电。一端是储能系统带来的能源调节能力，另一端是透过会员与 APP 与用户高度的互动与连结，让两端相连，站点便从单一的设施成为持续运作的智慧系统，价值不再集中于中间，而自然地向两端延伸，形成两个酒窝。我们称之为这是一条优雅的微笑曲线。当站点在各自逐步展开的时候，我们建立的不只是单一的据点，而是一张跨区运作的能源网络及虚拟电厂 VPP。分散的资源结合以后，电力得以更有效的调度，我们也能够参与更高层次的电力市场。对台泥而言 ，VPP 的关键在于3项基础：一、场域。2、需求；3、调节能力。商场提供场域，充电创造需求，储能则赋予调节的能力。三者结合，不再是设备的简单堆叠，而是一个可持续扩张的生态系统。我们常常形容一句话：泥中有电，电中有泥。这个明证就是各位这边看到的。台泥拥有世界专利安全认证的 Energy Arc， 聚合高性能混凝土的柜体、电池、逆变器及能源管理系统的王牌产品。一方面，电进入场域，透过储能与建筑结构融合，稳稳地融入商场及城市空间；另一方面，电回到产业，协助水泥生产、调节用能，让整体的系统更具弹性。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比较意象化的理解我们的发展，便是太极。重点不在对立，而在平衡与转化。水泥为基础，稳重而长久，承载资产；能源为动能，流动而灵活，带来效率与新的可能。一静一动，一收一放，在同一个系统之中相互支撑。在欧洲，这样的结构已经具体成型。各位都是投资界的这个前辈以及先进，我们常用一个 BCG model 来形容、来衡量我们的客户。跟各位介绍。这个架构不只是一个业务的分类，而是我们绿能转型的清晰路径。核心是以稳固基础支撑未来成长。水泥业务向来不只是一个传统产业，而是台泥企业团稳定的现金流入及运行的根基。在欧洲，透过 OYAC 跟 Simple， 我们已经奠定了坚实的这个现金流量以及坚实基础。实力其基，万成所起。正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稳固的基石，我们才能够在这之上投入新能源，延伸成长动能。NOAA Energy 以及 Atlantic 所代表的不只是新业务的布局，而是一条由基础发展稳步向上的成长曲线，逐步迈向明星。张董事长说：“水泥凝实，凝实以立成，凝心以立事。”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所凝的是未来。下一步，我们希望由这个水泥与能源共同发展的欧洲体系，更完整的呈现于世人的眼前。今年，我们已经开始筹划。让欧洲的业务资产走向资本市场，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都可以考虑。那我们不只是聚合资本，更是让长期的价值被深刻的理解。
谢谢我们的伙伴，我们已经委任 Morgan Stanley、BNP Paribas、Goldman Sachs 作为我们的顾问，来一起评估未来进入资本市场的计划。当然，今天现场有非常多的金融业的伙伴，我们也很欢迎你们给我们指导，给我们鞭策，给我们意见。这一步的意义不只是进入欧洲资本市场，而是让这个体系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持续运行、持续延展。谢谢各位。